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在书桌前研究关于鸡血粉和乌骨鸡的论文，尤其是那种读起来像外星语言的学术文章，但越看越觉得里面藏着一堆大人不会讲出来的秘密，而且是那种你平常根本不会想到的事情，结果最后我竟然看到都停不下来。所以今天我想用高中生的角度，把我看到最不可思议的内容分享给你。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找到一篇研究白肉鸡与乌骨鸡血粉抗高压能力的论文。你没听错，真的就是鸡的血变成粉。开始我以为这一定很怪，但看到后面我反而觉得，哇，原来最奇怪、最神奇的东西，才有可能藏着最神秘的科学。研究做的事情其实很直白，他们把白肉鸡和乌骨鸡的血液收集起来，用不同的干燥方式把它变成粉末，然后用这些粉测试一个叫 ACE 的酵素。ACE 是什么东西呢？简单讲，就是会让血压变高的那种坏蛋。如果有物质抑制 ACE， 就代表它可能有让血压降下来的能力。原本我以为不同鸡种差不多，但结果完全不一样。研究发现，乌骨鸡血粉的 ACE 抑制能力竟然比白肉鸡更强，而且是明显的强。这代表乌骨鸡可能在未来成为一种天然的降血压素材，只是因为血粉听起来太冷门，所以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但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干燥方式的影响。干燥方式听起来很不重要，对吧？错了，研究发现干燥方式完全决定鸡血粉的功能性。不同干燥法会把蛋白质破坏成不同大小的分子，其中那些小小的分子就是活性肽，活性肽才是有能力抑制让血压升高的酵素。简单讲，就是同样的鸡血粉，有些做法会让它变超强，有些做法会让它变成没什么功能的废物。这是不是很魔幻？论文里没有大书特书，但我觉得这就是看得懂的人才会注意到的秘密。我看到这里已经觉得很神奇了，结果第二个论文更扯，它是研究乌骨鸡的蛋白质经过酵素水解之后，是否有抗氧化的保护细胞的能力。我第一次看到乌骨鸡藏黑黑的骨头时，觉得很酷，但我没想到那个黑色不只是外表特别，里面真的暗藏各种营养成分。乌骨鸡含有大量的黑色素，还有各种活性物质，这些东西在被酵素切碎之后，会变成强大的小分子肽。这些小分子可以做什么呢？研究告诉我们，它们可以吸收自由基，减少细胞被氧化，甚至能减轻紫外线让细胞受伤的机会。意思就是，乌骨鸡的蛋白质水解物竟然有讲起来像保养品的功能，它能让细胞比较不会被 UV 损害，也让细胞比较快恢复正常状态。这种能力完全不输市面上一堆诉求抗氧化的成分。到这里，我突然理解到一件事，两篇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论文，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那就是蛋白质水解后的小分子肽，这才是真正的主角。不管是血粉还是乌骨鸡肉本身，经过酵素分解之后，才会变成具有特殊能力的活性肽，降血压、抗氧化、抗 UV， 全部都跟活性肽有关。这让我超震撼，因为一般人看到鸡血粉只会觉得奇怪，看到乌骨鸡黑黑的只会觉得特殊，但真正厉害的是这些东西被科学处理之后的变化，它们会变成一种全新的物质，拥有完全不同的功能。我后来又回头把论文从头到尾看一次，那我发现第一件没人会注意到的秘密，那就是学术论文的写法其实很保守，它永远不会说这个能降血压，或是这个能保护细胞，它只说具有 ACE 氧制能力，具有抗氧化活性，具有光保护潜力。听起来超级客气，但其实科学家早就看到真正的效果，只是不能在论文里讲得太明。这让我觉得蛮有趣的，像论文里藏着一堆只有懂行的人才看得懂秘密讯息。你如果只是用一般的方式看，你会觉得这研究很普通，但如果你把它全部连起来，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另一面。那种感觉就像在拆盲盒，越拆越觉得惊喜。而且老实讲，只会想到高中生在那边研究鸡血粉，可是我越看越觉得这种冷门研究反而更有故事性。它让我看到
很多我们平常不会注意的地方，也让我们理解到科学里有很多东西都被包装得很普通，但其实里面藏着超多的细节。只要你愿意深入，就会发现原来不平凡的东西一直都在那里。看完这2篇论文之后，我对科学有一种新的感觉，原来科学不是只有课本上那些枯燥的资料，它也可以很奇怪、很冷门，就像侦探故事，甚至带着一些神秘感。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你完全没想过的答案。如果你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往里面看，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最不起眼的东西，反而可能是最值得被挖出来讲的。如果你还想要我用高中生的角度去讲更多冷门但超有趣的科学研究，我可以再做更多这样的内容，因为真的比我想象的好玩太多了。